天幕被乌云吞没，雷声滚滚，暴雨如同破碎的银河般砸落在山谷之间。王一博身上系着安全绳，却要在悬崖边缘完成高难度的动作。90米的悬空高度不仅考验体力，更是心智的极限挑战。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，顺着脸颊流下，他的眼神却依旧坚定。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拍摄，而是一场近乎自虐式的坚持。没有替身，没有退缩，只有演员与角色之间最真实的搏命。吊威亚12个小时是什么概念？那是一种对肌肉、骨骼和精神的极端消耗。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寒冷的雨水，每一次动作都可能因为打滑而受伤。王一博紧咬牙关，任凭身体一次次撞击岩壁，却从不喊停。他的坚持让剧组工作人员都心疼到不敢直视。有人劝他休息，他却只是淡淡一句：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这份毅力足以让人热泪盈眶。当片场照片流出，网友们一片震惊。照片中的王一博眼神透着冷冽，身上布满雨水与伤痕。有人说这已经超越了敬业，而是近乎对身体的折磨。可正是这种极端的付出，让角色拥有了灵魂。镜头之外的痛苦换来了银幕之上的震撼。这些自虐般的画面不是炒作，而是真实存在的血与汗。随着话题持续发酵，央媒终于出声，演员的敬业值得肯定，但行业也该正视安全与健康问题。一句话掀起千层浪，粉丝们心疼偶像，业内人士则反思拍摄规范。王一博的拼命既是榜样，也是警钟。央媒的介入不仅让事件曝光度更高，也引发全民热议。演员是否需要这样搏命才能证明自己？观众为王一博的敬业鼓掌，却也有人提出质疑，这样的拼命是否值得？毕竟一个演员的价值不该只有伤痕累累的身体。可换个角度想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极限付出，荧幕上还会有那么震撼的真实感吗？敬业与冒险之间本就只有一线之隔。王一博用实际行动站在这条钢丝上，走得无比坚定。事件曝光后，粉丝们在社交平台刷屏，心疼又骄傲。他真的拼命到让人心疼。一方面，他们希望偶像能保护自己，另一方面，又因他的拼搏精神而自豪。粉丝流泪，不仅是因为看到王一博的伤痛，更是因为感受到他对作品的尊重与热爱。那份不屈，点燃了所有人的心。业内导演、演员纷纷发声。有前辈直言，这样的投入精神令人敬佩，但剧组必须加强保障。也有人暗讽，是否有必要把自己逼到极限？不同声音汇聚成一场关于演员职业伦理的讨论。王一博的经历成为行业反思的契机。艺术的真实感究竟该如何平衡演员的健康与安全？吊威亚时，安全带勒出的淤青清晰可见，暴雨中身体撞击岩壁的红痕触目惊心。然而，正是这些伤痕让角色的痛苦更加真实。王一博曾说过，演员要把自己交给角色。此刻，他用身体诠释了这句话的分量。伤痕会愈合，但这份坚持已镌刻在作品与观众的心中。随着照片与片段的曝光，网络上出现大量二创视频与热帖。有人用慢镜头分析他的眼神，有人配上音乐剪辑成燃爆的短片。热度越烧越高，评论区一句句他太拼了，这是敬业的极致，成为最热的共鸣。网友的参与使这场事件超越了娱乐新闻，变成了一场全民的情感共振。王一博饰演的角色是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孤勇者，而他的拍摄过程何尝不是现实中的孤勇？正因如此，角色与演员产生了奇妙的共鸣。他不是在演，而是在活。当银幕上的角色哭喊、挣扎，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表演，而是真实的痛苦与坚持。这种共鸣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。作为流量顶峰的明星，王一博本可以依靠名气选择轻松的剧本，但他偏偏选择了最艰难的路。这种与偶像光环的反差让人更加震撼。他不是只会唱跳的偶像，
而是真正敢拼的演员。正是这种冲突，塑造了王一博独特的魅力。他用实力打破了流量明星的刻板印象。央媒的关注，让事件从娱乐圈延伸至大众视野。社会舆论开始讨论职业精神、行业安全，甚至影视制作的价值取向。王一博不仅是一个演员，更成为一个话题的中心。他的坚持不仅点燃了荧幕，也推动了行业的思考。这是个人努力带来的涟漪效应，更是一种责任的彰显。有人说，演员拼命是为了票房与热度，但王一博的付出明显超越了商业层面。他在乎的是角色的完整性，是艺术的真实感。正因如此，他才愿意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平衡，在他这里有了新的答案，那就是唯有真心才能打动人心。当观众知道演员为一部戏付出如此之多，他们会带着敬意走进影院。影片上映的那一刻，观众的掌声与泪水便是对演员最大的回馈。王一博的辛苦不会白费，他的拼搏会在银幕上化为力量，感染所有人。正因为有这样的投入，观众才会说值了。一路走来，王一博并非没有遭遇质疑。有人说他只是流量，有人怀疑他没有演技。但正是这些近乎残酷的拍摄经历，让质疑逐渐消散。观众看到了一个不怕苦、不怕痛的王一博，看到了他对角色与作品的尊重。认可不是靠喊出来的，而是用行动换来的。这件事也让粉丝文化发生了微妙变化。过去，粉丝更多是为偶像的外貌与舞台尖叫。如今，他们为他的敬业精神动容，为他的坚持而自豪。粉丝的爱不再是单纯的追随，而是一种共鸣与认同。这种升华让王一博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。这场风波过后，王一博无疑成为业内新的标杆。他证明了演员不是流量的附属品，而是可以通过实力赢得尊重的人。他的经历会激励更多年轻演员认真对待作品，也会让行业对安全保障更加重视。标杆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用血与汗立起来的。那一夜的暴雨，90米悬崖上的坚持，12小时的煎熬，已经成为一段传奇。王一博从中走出，不仅是一个演员，更是一个用行动诠释敬业的榜样。暴雨之后，总会迎来阳光。属于他的光芒，正在更加耀眼地照耀前方。暴雨、夜色、90米悬空与12小时高强度吊威亚，让敬业几乎与搏命画上等号。这场风波之所以引爆舆论，不只是因为一张狼狈却坚定的剧照，更在于它揭开了行业长期被忽视的结构性问题：谁来界定真实的边界？谁为安全买单？当演员选择不替身，选择在湿滑岩壁前反复走位，在寒夜里忍受体能与体温的双重消耗，个人意志的光芒固然耀眼，但制度性的兜底必须同步跟上。央媒发生的该肯定也该自省，实际是把个人英雄主义放回到专业团队主义的框架内。风险评估要科学，场景替代要合理，极端天气的停拍机制要刚性，医疗与心理干预要前置，休息与营养要纳入进度表。真正成熟的片场，不是用伤痕证明真诚，而是用流程与标准守住底线；不是用偶然的奇迹拼出效果，而是用可复用的安全方案稳稳交付。王一博的选择，让公众重新看见劳动的痛感与影像的分量。而行业的回响，则应把这份感动转译成可以落地的 SOP， 比如雨夜高处作业的风力阈值，一线安全员的一票否决，替身与本人的分工界限， CG 与实拍的混合比。当真和安全不再对立，敬业才会成为可持续的职业美德，而不是一次次在舆论沸点上孤独燃烧的勇气试炼。第20章，从一张剧照到一面镜子，观众为何强烈共情？这张被雨水浸透的剧照之所以戳中人心，是因为它把努力可见化。在碎片化短视频时代，观众渴望看见代价，渴望在荧幕背后触摸到真实的汗与痛，那是对认真的罕见尊重。共情的逻辑并不复杂。第一，奋斗叙事，
从悬崖边缘的每一次摆荡里看见我也曾咬牙坚持的自己。第二，稀缺真实。CG 横行的年代，肉身承担的风险更显珍贵。第三，劳动尊严。当明星也以劳动者的姿态亮相，阶层距离被短暂抹平。第四，纪律之美。长期训练所沉淀的克制、专注与执行力，本身就是一种美学。